在过去的2025，不少年番国漫陪着我们走过了这一整年。不管是经典 IP 的续作，还是杀出重围的黑马国漫，越来越多元的题材在众多观众的见证下百花齐放。接下来豆豆就为大家盘点一下云和基于播放数据、口碑评分以及用户互动的热度多重筛选下的8部年度国漫年番。第一部《凡人修仙传》，不知不觉凡人韩立已经陪伴了观众们5年之久。凡人前期的节奏偏慢，但整体并不太影响观感，尤其是今年的第7季外海风云篇，凡人用实力证明了他年番修仙赛道的稳固地位。凡人的主线忠于原著，合理的精简了支线，很多改编也让配角们的形象更为立体鲜活，就算是反派们也并不脸谱化，保留了原作凡人修仙的残酷和温情。韩立的成功从来不是靠天降奇遇，而是努力把握住后天能够掌控的每一点优势，并将其发挥到极致。他用最平庸的牌打出了最稳的局，当然这其中还是不能少了捡到小绿瓶的运气。在制作上，凡人除了那些晕死人的运镜，其他全都堪称顶级。不论是真人动作捕捉的打戏，还是每个人细微的表情变化，都让人想要夸一句凡人牛逼。韩立从天南走到乱星海，又重返天南，这一路让我们看到了国内顶尖的制作从探索走向成熟。也希望凡人在未来继续以凡人之姿书写修仙传奇，作为道友的我也会继续跟随他的脚步。第二部仙逆，如果说凡人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顶流，那仙逆绝对是这2年横空出世的现象级黑马。王麻子信奉人若犯我斩草除根的行事准则，他杀伐果断，却也重情重义。为复仇，他灭藤家满门；为报敦天老祖之恩，从此遍地炼魂宗倾全力相报。为了复活李木婉，他悲观千年。王林凭借天逆珠和自己的智谋，步步为营，从底层的修士逆袭成撼动天道的强者。虽说之前一度陷入纯爱风波，但并没有影响到王林的人设。逆天改命的主题也始终贯穿，向观众们展现了修真的残酷以及人性的温情。仙逆以王麻子的硬核人设加顶级制作，树立了修仙国漫的新标杆。虽然节奏和细节偶有瑕疵，但整体瑕不掩瑜，尤其适合喜欢看爽文的观众，追起番来那叫一个停不下来。第3部《牧神记》，《牧神记》改编自大 A 股神翟珠的同名小说，他以暗黑国风美学出圈，整部剧世界观天马行空。《牧神记》讲述了身为霸体，并且深信自己是霸体的秦牧的成长线。整个故事融合了神魔、人族以及异族纷争。秦牧一路从神之弃地、大虚的放牛娃，成为搅弄风云的穆天尊。他的崛起兼具了少年义气和家国大义。《牧神记》由国漫老大哥玄机制作，他凭借新奇的设定以及永远不变的热血内核，精准抓住了玄幻题材受众的爱好。虽然《牧神记》的改编和节奏有一定的瑕疵，但却依旧能看出制作方的诚意满满。作为2025年度最具话题度的逆袭之作，《牧神记》一举跻身国漫高分梯队。第4部《吞噬星空》，《吞噬星空》自2020首播以来，播放量已经超过200亿。我们的宇宙恶霸也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。从武者学徒到如今威名赫赫的宇宙恶霸，反派罗峰一直身体践行地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强者永远都在突破自我的路上永不停歇。但谁又记得罗峰最初的梦想和我们无数人一样，只是想给家里买套房子呢？吞噬星空的主线剧情紧凑，在删减多余的剧情时，又保留了原著升级和战斗的爽感。尤其是对目前为止戏份最多的女主巴巴塔，角色改编的尤为鲜活。吞噬星空的文戏虽然有些单薄，但它的硬核热血尤其适合喜欢宇宙冒险、升级打怪题材的观众。再加上它顶尖的特效以及流畅的节奏，让它在国漫年番榜单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。第5部《完美世界》，作为陈东同名小说改编的《完美世界》，自上线以来热度持续走高，尤其是柳神特别篇，很多小伙伴都赞不绝口。《完美世界》可以说是国漫工业化的成功案例，它的画面和世界观表现得十分亮眼，不管是光线、色彩还是材质上都十分细致真实。恢宏的大荒世界，10号肉身的秘境修炼以及凶兽剑魔，打斗动作也十分流畅，极具东方美学，尤其是人物建模男帅女美。如今10号的建模已经迭代到了 5.0 版本，动画核心剧情也聚焦到了上界清算和斩食王复仇。
完美采用了年番加特别篇加剧场版的模式，更新十分稳定，但它的改编争议也很大，战力逻辑不足，人设崩塌等等。希望后续能够多平衡，优化叙事节奏，不要辜负了独断万古的荒天地。第6部遮天，作为陈东遮天3部曲的遮天，追番人数超千万。遮天前期的铺垫慢，泰山篇和荒古禁地都比较拖沓，后期的黑暗动乱这些推进的又有些过快，再加上原创角色加戏，稀释主线剧情，部分角色过于随便，表情僵硬，这些都导致遮天的口碑严重2极分化。而从前期的争议到目前口碑有些翻盘，遮天也在一步步满足观众和原著粉。目前遮天也已经实现了播放量、口碑和商业价值的3重飞跃，也希望制作组在后续优化技术的同时，能够将剧情节奏和台词内核也一同优化，让这部被无数人喜爱的国漫能够继续书写传奇。第7部《斗罗大陆2：绝世唐门》，作为国漫一哥《斗罗大陆》的续作，《绝世唐门》依托 IP 热度和世界观拓展吸引观众，它的数据和热度始终稳居国漫第1梯队。但动漫对原著的剧情魔改幅度较大，过度强化感情线，导致主角的成长逻辑有些单薄。虽然 3D 建模和战斗特效保持了一贯的风格和水准，但依旧被众多网友称之为翻车之作。因为对某种文化的过度妥协，《绝世唐门》本可以借助斗罗1的热度和口碑成为爆款，却一步步沦为国漫改编的反面教材。不过前辈打下的江山十分稳固，所以即便出现各种骚操作，绝世唐门的观众依旧不少，更是能够跻身年度最佳年番之列。第8部《斗破苍穹》，末期少年穷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斗破苍穹的底蕴和 IP 热度在这个榜单所有作品中都是顶尖的，从乌坦城的废柴少年到名震中州的炎帝，萧炎的一路承载了无数观众的热爱和回忆。曾经斗破第1季的魔改和廉价建模留下的负面印象让兜兜难以忘怀，好不容易3年之约燃起来了。就在大家都以为斗破能够接棒斗罗时，制作组给所有人拉了个大的，从万众期待到全网声讨，斗破这个苍穹终究还是破了。这份榜单既是对年度优质内容的肯定，也是给每一个追番人的专属答卷。这8部作品在云嘉奖中排名不分先后，以上排名是兜兜个人非常主观的想法，如果大家意见不同，麻烦轻点喷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